看来我的大限就要到了，幸好圆圆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。今天是她的生日，刚好借着这个机会，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她。林东，咱们离婚。圆圆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跟你离婚。我回了原来的公司，我们董事见我恢复很高兴，直接聘用了我，还提拔我做了部门经理。而你以前只是个送外卖的，现在连工作都没有。对了，这栋房子写了我的名字，离婚之后你得搬出去。现在你就收拾东西吧。圆圆，林东，这样有意思吗？用这种低劣的手段骗取我的同情，你觉得我会上当吗？你的演技可不是一般的差，本来我还有些不忍，现在看，离婚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圆圆，我之前那样对你，都是为了让你恢复健康。闭嘴！我说了，不要叫我的名字，我会恶心。真没想到，我为他付出一切，却换来这样的结局。林先生，你得了胃癌，而且已经扩散了。我只是胃有点不舒服，医生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林先生，目前做检查胃部的只有你一个人，所以我不能生病。我老婆得了肌肉萎缩症，瘫痪在床。如果没有我，她该怎么办？医生，我还有多长时间？最多3个月。我不能让圆圆知道我得了绝症。老婆，我回来了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老公，为了这个家你辛苦了，看你都有白头发了。你的胳膊。别担心，可能是躺着的时间太久了，有点无力。手臂的肌肉也开始萎缩了。不会的，老公，你别瞎想。我感觉得出来，圆圆的病彻底爆发了。这样的话，她全身都会瘫痪。不行，在我走之前，得把她的后半生安排好。老婆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怎么了？我送你回娘家吧。小林、圆圆，你们两个也有日子没回来了。来，小林，咱爷俩喝一杯。爸妈，这次我和圆圆回来，其实是有事情跟你们说。小林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。爸妈，我想让圆圆回来住。回来住？你们也知道我这个工作，想多赚钱就得没日没夜，这样没办法好好照顾圆圆，所以……难怪你说要送我回娘家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我就知道，你早晚都会嫌弃我。圆圆，你别误会，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，是因为我工作的问题。也不怪你，毕竟我瘫痪了几年了，要是换成其他人，恐怕早就丢下我了。妈，要不然我就回来住吧。圆圆，不是妈不让你回家住，你也知道我和你爸都有事情要忙，没办法照顾你。小林，你是圆圆的丈夫，当初你娶她的时候发誓要照顾她一辈子，现在圆圆生病了，你不能不负责任啊。妈，你别误会，不是我想要抛弃圆圆，是我的身体……是啊，小林，你妈说的没错，做男人要有担当。爸，
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，圆圆，咱们走吧。站住！站住！小林啊，圆圆既然跟了你，那你就要对她负责到底。以后没事就别再回来了。我知道了。老于，怎么，你想让你闺女来这里？周敏，你要搞清楚，这房子是我的，而且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想跟你闺女在一起，可以，那就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。我没那个意思。没有最好。圆圆，不是妈心狠，妈有自己的生活，不能为了你放弃这些。你还是好好的跟着林东吧。老婆，我真没想过要丢下你，你误会我了。算了，咱们不说这事儿。在妈那儿你也没吃东西，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饭。圆圆，你这是干嘛？我想上厕所，反正早晚都得自己照顾自己。圆圆，我真的没想过要抛弃你，实在是……算了，我先帮你接尿。稍等下就可以吃饭了。哼。林东，你他妈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有好几个单子都没送？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我要被扣多少钱？经理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林东，你被开除了，以后别他妈让我再看见你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让我得绝症也就算了，还让我丢工作，连我老婆的活路都被你给堵死了。或许，社区和福利院能管圆圆。你好，麻烦您问一下，残疾人无人照顾，咱们社区可以管吗？对不起，社区没有这个义务。好，打扰了。你好，请问是福利院吗？麻烦问一下，咱们这儿能接收瘫痪的成年病人吗？我们这儿只收小孩，大人不管。老天爷，你是要逼死我们吗？好，那我和圆圆就死给你看。怎么，联系好了地方，要送我走了？圆圆，我决定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，哪怕是死。你这是要干嘛？我要带你去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。林东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圆圆，你还记得咱们结婚时我对你的誓言吗？我记得我曾对你说，无论是贫穷、富贵，或者是灾难、疾病，我都不会抛弃你。你干嘛要说这些？你想做什么？这个世间带给我们的只有痛苦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又何必留恋呢？不如相伴去另一个世界。你该不会……我说过，即便是离开，我们也要一起。现在，我可以实现我的诺言了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听我说，你没必要这样的。我知道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给你带来了多大的麻烦。你还年轻呢，用不着为了我搭上自己的命。我可以和你离婚，给你自由。对我来说，自由已经是一种奢侈了。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老婆。我对你的爱一直都没有变过，哪怕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也无所谓。林东，你想死，可我不想。哪怕我已经不能动了，但我还想活着。生不如死，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当然有意义，最起码我还能想，还能说，如果死了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看到了吗？连老天爷都希望我们死。既然这样，
那就如了他的愿吧。老婆，咱们做个约定，下辈子我还娶你，你一定要等着我去找你，好吗？贼老天，你不是想看我们的笑话吗？那我就让你看个够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吧！小伙子，抱歉啊，我没想到我的船会漏水，差点就害了你们两口子。好在没出事，你可别去举报我，不然的话我就没办法在这儿出租船了。是我们运气不好，跟你没关系。小伙子，你真是个好人，我得去检查一下其他的船，就先走了。老婆，咱们回家吧。不，我不跟你走，你要害死我！死了一次，我不会再想不开了。回家。老公，你真的不会再带我去死了？放心吧，不会了。唐伟啊，快进来！兄弟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就不进去了。这是亲戚给我送的蛋白粉，听说能治疗肌肉萎缩，我家没人吃，就给你拿来了。唐伟，对了，我听人说肌肉萎缩症是能恢复的，只是过程会很痛苦，但贵在坚持。具体的方法我马上发给你，自己慢慢看吧。看来他已经知道我失业了。这个方法，不知道圆圆能不能受得了。老公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来这儿当然是锻炼。可是，锻炼要用绳子吗？对。老公，你这是干嘛？我要让你重新站起来。老公，我的肌肉萎缩的太严重，身上没有力气，做不了这个。老婆，最开始是有些困难，但只要你不放弃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站起来。老公，我真的坚持不住了，你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？老婆，我必须得让你尽快站起来，因为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夫妻的事情跟你没关系。老公，我不行了，我觉得我快死了，你放我下来吧。不行，你要继续坚持。林东，我受不了了，你快放我下来！救命！我是残疾人，我正被人虐待，快救救我！她是我老婆，请你们不要管。我活这么大，还没见有人这样虐待自己老婆的，这他妈是人做的事情吗？赶紧放开他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二位，不要误会，我是为了他好，为了锻炼他。什么为了我好？你就是觉得我是个累赘，想要虐待死我，这样你就不用内疚，还能听得到个好名声。你真是个人渣！你不放是吗？我放！我说了，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情，跟你们没关系。你这种人不配活着！我去你的吧！
你这样对自己的老婆，还算不上个男人。再见你虐待老婆，见一次打你一次。苏媛，咱们离婚吧。老公，我错了。不，错的是我。既然你不愿意让我管你，那咱们就算了吧。老公，咱们刚刚一起经历过生死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你如果还想我们在一起，那你自己把轮椅推回家来，靠你自己一个人。老公，我做不到。做不到也得做，万一哪天我不在，还有谁能照顾你？你真要当一辈子拖油瓶，你才满意吗？老婆，你别怪我。如果我不狠心，你以后就不会听我的。那样的话，这辈子你都无法再站起来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也不是自己想生病，我也不想这样。说好一辈子不离不弃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！林总，我恨你！先生，我们怀疑你虐待妇女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要带着你老婆去跳河？连这事儿都告诉你们了，看来他已经恨死我了。其实事情并没有多复杂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他重新站起来，自己照顾自己。因为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的确，自从我生病以后，林东一直都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可是他变了，嫌我是他的拖累，跳河不成就想出这个办法，想要折磨死我。只要我死了，他就自由了。没错，我恨他，恨不得他立刻就死。所以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们，一定要给他判刑，最好能让他死，或者让他的下半生都在监狱里度过。否则的话，死的就会是我。我只剩下不到3个月的寿命，又没有人愿意接收素媛。如果我走了，那他的下场可想而知。对了，警官，我得绝症的事情不要告诉他，我怕他会受不了。我们会处理好的。等下我们再问你。林先生，你说的事情我们都已经核实过了，的确如你所说，很抱歉，误会了你。我可以走了。当然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们可以送你们回去。我们还是自己走吧。另外，林先生，在给你老婆康复训练的时候，注意方式方法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还有就是，看开些，别再自寻短见了。放心，我不会了。好。
你们的情况很特殊，我们研究了一下，决定不追究林先生任何责任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你们不管我，他会折磨死我的！老婆，咱们回去继续做康复训练吧。苏媛，你还真够狠，居然想让我坐牢。你随意，你喊吧，这次谁再帮你，我就把你送到他家去。林东，不，老公，我错了，不该那样说你。求你放我下来吧，我好难受。难受？那就多站1个小时，这样你就会舒服了。给我站好。林东，你就是个畜生！还敢骂我？我让你尝尝金鸡独立是什么滋味！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林东？我恨你！求求你们救救我吧！我马上就要死了，帮我报警也行。我老婆肌肉萎缩，全身都动弹不了，我在给她做恢复训练。谁要是多事儿，我就把她送到谁家去，我说到做到。我在干什么？你看不见吗？妈，你可来了，快点带我走！林东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，居然这么对待我女儿！圆圆别怕，妈放你下来。这是我和圆圆之间的事情，如果你看不惯，可以把她接到你那里去。妈，今天我把话放这儿，如果你放开她，那从此以后我就不再管她，让她自生自灭。林东，你怎么敢这样做？你还是人吗？一个抛弃女儿的人，没资格在我面前说这些。你就说，你带不带她走？妈，你带我离开吧，去哪儿都行，只要不让我跟林东在一起。圆圆，你也知道妈现在的处境很不好，你还是留在林东这儿吧。啊，你真的要丢下我？我可是你女儿啊！圆圆，不是妈心狠，实在是你爸不让我接你过去。我先走了。苏媛，现在你一点指望都没有了吧？姓林的，你这样对我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是会不得好死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看什么呢？想吃的话自己过来，别再指望我喂你。林东，你究竟要虐待我到什么时候？直到你死。林东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不吃是吗？那就饿着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每天必须站够3个小时。林东，如果我能恢复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希望你对我的恨能变成你恢复健康的动力。只要你能重新站起来，我就算死也没有遗憾。圆圆终于能够站起来了。老婆，许个愿吧。我想要站起来，
然后好好的抱抱你。老婆，你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，吹蜡烛吧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在我死之前让他恢复行动能力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可以自己走了，以后不准再扶轮椅。怎么，不满意？行，行，你给我等着。林东，你要干什么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林东，你不是要用车拖着我走吧？我老婆就是聪明。没错，我就是用3轮车拖着你，等下你可要跟紧了。若是摔倒，那我就像拖死狗那样继续拖，听到了吗？林东，你就是个……啊！老公，你回来了，稍等一下，菜马上就好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老婆，我只不过是撞了一下。不能就这样捂着，会发炎的，得用莲肤消毒。老婆，不用这么麻烦的。忍着点儿，要消毒了。老婆，你在笑什么？你自己看看吧。林东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我的头都出血了，你还要拖着我吗？中气这么足，看来我得把3轮车的速度提到最高。苏媛，你准备好了？林东，你简直……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居然用3轮车拖着女人跑，而且那女人还受伤了。估计是那女的犯了什么错吧，没准儿是给那男的戴绿帽子了。站起来！我没力气了，站不起来了。你别以为受伤了我就会放过你，你不起来是吗？林东，你就是个畜生！苏媛，你说你是不是犯贱？明明能跑，却装成死狗，非得我用车拽着你才行。我感觉你的身体已经恢复得不错了，所以以后不准再坐轮椅，都给我用走的，速度快点儿。我在家里等你，待会儿见。看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了，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。好在圆圆已经能走了，
再努力一段时间，他应该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。可以啊，都能自己走回来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拖行每天增加500米。从明天开始，拖行每天增加500米。饭在厨房，你要是不想吃，等下我就到了。林东，你想折磨死我，那我就先杀了你。苏媛，你真没用，仇人就在你眼前，可你却下不去手。林东，你对我做的这些事情，我早晚都会还给你。咱们走着瞧。圆圆对我的恨居然到了这种程度。可是老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。我所剩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在乎这些又有什么用？不论如何，我都要让圆圆的身体恢复过来，哪怕被她一直误会下去。哟，起得够早的啊！看你的样子，好像迫不及待地想继续昨天的科目啊。没错，我是想让你用车拖着我跑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竟然主动要求被虐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满足你。不过，我想再给你加点东西。林东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也没想怎么，就是打算让你做点俯卧撑。看来我的大限就要到了，幸好圆圆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。今天是她的生日，刚好借着这个机会，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她。这样，在死之前，我们还能像最初那样生活。这应该是我给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。真想一直都陪在她身边啊！希望今年的生日能让她终生难忘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林东，咱们离婚。圆圆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忘了这几个月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圆圆，我那样对你是因为……林东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你知道我今天干什么去了吗？
我回了原来的公司，我们董事见我恢复很高兴，直接聘用了我，还提拔我做了部门经理。而你以前只是个送外卖的，现在连工作都没有。你觉得我们在一起还合适吗？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对了，这栋房子写了我的名字，离婚之后你得搬出去。现在你就收拾东西吧，明天去民政局之后，咱们两个就彻底没关系了。圆圆，你就这么绝情？不是我绝情，而是你把我伤得太深了。咱们继续在一起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还以为我一切的努力总算得到了回报，没想到却是这样。老天爷，你到底还是在看我的笑话？圆圆，林东，这样有意思吗？用这种低劣的手段骗取我的同情，你觉得我会上当吗？你的演技可不是一般的差，本来我还有些不忍，现在看，离婚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圆圆，我之前那样对你，都是为了让你恢复健康。闭嘴！我说了，不要叫我的名字，我会恶心。林东，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你觉得你跟我还是一个世界的人吗？为什么民政局晚上不开门？我真不想再跟你共处一室，哪怕是1分1秒，对我来说都是煎熬。真没想到，我为他付出一切，却换来这样的结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离吧。恭喜你自由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就是陌生人，以后老死不相往来。那我就苟延残喘到死的那天吧。以后，这就是我的家了。苏经理，客户晚上6点到，董事长的意思是这次合作由您全权负责。苏经理，咱们的供货商那边出了点问题，需要您亲自处理一下。我知道了。咦，苏经理，这个人不是你老公吗？胡说什么？苏经理已经跟他离婚了。还要苏经理做了正确的选择，要不然现在一定会被连累。我不认识这个人，咱们走吧。我不认识这个人，咱们走吧。圆圆，自从你进公司以后，我就一直喜欢你。可惜的是，
你嫁给了别人，我等了这么久，你总算是恢复单身了。做我的女朋友吧。严经理，您当着我们苏经理前夫的面追求她，貌似有些不合适哦。前夫？你是林东？我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别不承认，你和圆圆的事情我都听说了。谢谢你的离开，我才有机会追求她。看你现在过得好像很不如意，这点钱你拿着吧。有手有脚的干点什么不好，非得做乞丐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圆圆，你知道我是真心喜欢你，答应我吧，我会给你想要的生活。苏经理，严经理这么诚心，你就答应他吧。严经理不仅人长得帅，还事业有成，你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既然你这么诚恳，那我就答应你吧。林东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老哥，你们聚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今天有人订婚，为了讨喜，新人基本都会出来给乞丐发红包。兄弟，你是刚进这行吧？怎么连这事儿都不知道？还有红包拿吗？那我也等一下吧。公叔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林东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你还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？对不起，我只是路过，我不是。你给我闭嘴，林东！我不想听到你的声音，更不想看到你的人，你给我滚！苏小姐，看着我们曾经的份上，可以给我一个红包吗？我想沾沾喜气。另外，我真的太饿了。做梦！林东，你没听到圆圆的话吗？叫你滚呢！你要是再不走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打他会脏了你的手。你们帮我教训他一顿，我再给你们每人100块。行了，别打了，还不滚！林东，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了，你最好去别的地方生活。要是下次再遇到你，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。聪明的话就按照圆圆说的做，否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以后我可能没机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。林东，是你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把他给弄回来了？圆圆不是都跟他离婚了吗？你先看看这个。林东竟然得了癌症，而且几个月前就确诊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对，小林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所以才拼了命的逼圆圆锻炼。咱们都误会他了。小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先扶他上床。
我怎么在这儿？你在路边晕倒了，刚好被我碰到，就把你带回家了。爸妈，我身上太脏，不能住在这儿。再说，我和圆圆已经离婚了，要是让她知道，我还是走吧。小林，你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。你们知道什么了？你得了这么重的病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如果你早说出来的话，圆圆也不会跟你离婚。是啊，小林，你不应该瞒着家人。当初你想把圆圆送到家里来，我还以为你是想不负责。如果我早知道你得了这种病，我怎么会说那些话？小林，爸对不起。以后你就安心住在家里吧，我这就给圆圆打电话，把你的事情告诉她。妈，别打，我的事不能告诉圆圆。为什么？我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，没必要让她跟着难受。再说，圆圆刚刚订婚，要是她知道了我的事儿，她该怎么办？爸妈，我求你们，帮我瞒着她，这也是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儿。是圆圆回来了呀！你怎么回来了？酒店那边都结束了吗？严树呢？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结束了。严树在下边打电话呢，一会儿就上来，我先拿点东西。你去那个房间拿什么？以前回来的时候把项链忘在那儿了，前几次都没想起来，今天刚好回来，顺便拿走。项链啊，你等着，我帮你拿。你不知道放在哪里了，还是我自己去拿吧。妈，你挡着我干什么？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？圆圆，你爸的朋友在里面呢，你进去不方便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就不进去拿了。什么时候你帮我拿出来吧，应该就在枕头旁边呢。行了，我先走了。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林东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圆圆，你听我解释。林东晕倒在路边，情况很不好，我刚好遇见，总不能看着不管。他晕倒在路边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你不清楚他对我都做了什么吗？圆圆，你明明知道我最恨的人就是他，还把他弄到家里来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他死不死和你有关系吗？之前我生病的时候你们不管我，但我原谅了你，还请你去参加我的订婚仪式，你就这样对我？圆圆，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。是啊，圆圆，林东他得了。妈，别说了。妈也是你能叫的。林东，咱们已经离婚了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这是我家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圆圆，小林都已经这副模样了，你干嘛？妈，现在我问你，到底让不让他滚？小林不能走，你是铁了心要收留他是吗？他只是个外人，你宁愿不要自己的女儿，也要他，对吗？圆圆，事情没必要闹成这样，你妈这样做真的是有原因的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
在这个家里我才是外人。既然你们愿意收留他，那咱们就断绝关系。以后这个家我也不会回来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圆圆，素媛，你没必要这样，我走。妈，你们还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爸妈，都怪我，不然的话，你们和圆圆也不会闹成这样。小林，你不用自责。不管怎么说，圆圆都是我的亲女儿，她不会不认我的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安心在家里养病，我和你爸照顾你。我老婆下来了，不跟你说了。老婆，你怎么好像很不高兴？谁惹你了？我妈竟然把林东带回家了，她宁可要林东都不要我。算了，反正我以后也不打算回来了。咱们走吧。老婆，你真的不去我那儿住吗？结婚之前，咱们还是各自在自己的家吧。老婆，那咱们可不可以？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结婚之后再说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，晚上一起吃饭。但凡是跟他有关的东西，都应该扔掉。2021年3月6日，晴，圆圆确诊了肌肉萎缩症。原本好好的一个人，忽然就走不了路了。看着她难受的样子，我真想病的是我。老天爷，求求你把她的病转到我身上吧。假情假意。4月17日，圆圆生病1个多月，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连吃药都很抗拒。看着她这副样子，我真的好难过。老婆，该吃药了。吃药有什么用？我这病好不了了，让我走吧。老婆，求你了，活下去。我不能没有你。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本日记，让我想起林东对我的好？2022年5月1号，我没有照顾好圆圆，让她生了褥疮，我真该死。一定是林东故意让我看到这些，想用过去的苦情绪骗我同情他。做梦！林东，你以为你的阴谋能够得逞吗？我倒要看看他日记里还写了什么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动心。2024年6月15日，医生说我得了胃癌，而且已经扩散。如果不介入医疗手段，我最多只能活3个月。我不怕生病，哪怕是绝症，我只怕我无法再照顾人。如果我不在了，他该怎么办？我
这不可能！林东怎么会得癌症呢？我活着一天就照顾他一天，至于死后，总之这件事一定不能让圆圆知道。原来是这样，老公，我还以为你不爱我了，想要甩掉我这个累赘，所以才那样虐待我。我错了，是我误会了你。你等我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老于，你说小林能去哪儿？以他现在的状况，应该走不了多远。可是咱们都把附近找遍了，也没看见他。不行，我还得去找。你没看出来吗？小林是故意躲着咱们的，要不然哪能找不到他？他这样做是不想连累咱们。这孩子，他为了圆圆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如今咱们却都无法照顾好他。老于，我这心里实在是太难受了。是小林回来了。圆圆，你干嘛？妈，你别拦着我，我要找林东。苏媛，你还有完没完？小林都那样了，你还要找他的麻烦？你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吗？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是啊，圆圆，你不能太过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有我在，你休想进那间屋子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妈，我不是来找他麻烦的，我要接他回家。什么？你要接小林回家？妈，林东得了癌症，所以你们才把他接回家照顾，对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小林没有得病。这是林东写的日记，里面记录了我生病到现在的一切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怎么能瞒着我呢？小林是个好孩子，为了你，他牺牲了家庭、尊严，就连生命。妈，林东呢？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我和你爸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他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现在的身体那么虚弱，肯定走不远的。我去找他。没用的，他在故意躲我们。小林先是跟你妈说要吃披萨，你妈就出去买了。后来她跟我说想抽这个牌子的烟，我就去了超市。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小林已经走了。我和你妈把周围都找遍了，也没看到他。他一定是事先藏在什么地方，等我们找过之后再离开。这孩子是不想死在这里。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姑娘，你身体好了？大爷，你有没有看见我老公？就是上次带我来的那个。姑娘，你们两口的感情是不是出了问题？我看他的情绪很低落啊。是我错怪了他，让他伤心了。大爷，他人呢？往那边走了，说是要一个人散散心。谢谢了，大爷。现在的年轻人对爱情一点都不珍惜，希望你们能破镜重圆，重归于好。林东，你在哪儿啊？
不会是又……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千万别想不开。剩下的日子我会陪你一起走，你不要丢下我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叫我？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身高和你差不多、年纪30岁左右的人？哦，刚才在那边看见了一个，但后来就不知道他去哪了。谢谢。老公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不到你有多着急？圆圆，找到小林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伙计，你看我今天弄到了什么？半只烧鸡，等下咱哥俩喝点儿。伙计，你怎么了？额头这么烫，伙计，你病得有点严重，要不然咱们去医院吧。我哪有钱去医院？唉，说的也是，咱们连肚子都填不饱，得了病也只能自己硬扛。要是能扛住还好，如果扛不住，伙计，你不是有家人吗？要不然我帮你联系一下吧。算了，我只是感冒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哎呦，我操！你都吐血了！我送你去医院，我可以跪下求他们，我就不信医院会见死不救。伙计，我没事了，你别担心。姑娘，你是？你怎么就这么狠心，抛下我跑到这里来？苏远，咱们已经离婚了。我现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去哪里也无需告诉你。如果你不瞒着我，我怎么会和你离婚？林东，你知不知道，从我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爱上了你。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我的事情你知道了。我怎么把这东西给忘了？你说你爱我，那严肃算什么？其实，我答应严肃，只是为了报复你，让你后悔那样对我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跟我走好不好？你要接我回家？咱们先去医院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，那咱们就回家。苏远，你已经和严叔订婚了，现在把我接回家算怎么回事？你是要脚踏两只船吗？老公，你怎么这么说我？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。谁是你老公？你给我闭嘴！苏远，你要搞清楚，我已经和你离婚了。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那是我的自由，还轮不着你来管。你给我滚！不，我不走。如果你一定要住在这里，好，老公，我陪你。苏远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
我说了，咱们已经没有任何……医生，我老公怎么样？他的情况很糟糕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，引起多器官衰竭，能撑到现在已经算是奇迹了。医生，求你救救他，我不能没有我老公，多少钱都行，我可以把房子卖了。病人的这种情况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，抱歉。他还有多久？也就这2天吧，你可以帮他准备后事了。老公，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早知道你得了病，我哪里会那样对你？对不起。圆圆，小林怎么样？医生说也就这2天了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和林东离婚，不该说那些让他伤心的话。如果我能好好照顾他，让他天天开心，或许情况就不会变得这么糟。我真该死，孩子，这都是命。圆圆，老公，你醒了？我想回家。爸妈呢？我让他们先回去了。之前是我照顾你，现在换成你照顾我了，还真是讽刺。老公，你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，随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。不，老公，你会好起来的。你这话也就骗骗小孩子。圆圆，我有点口渴。好，我去给你倒水。没想到有一天，我也要让人伺候。之前一直都是你在伺候我，现在换我来伺候你。如果你能好起来，我愿意伺候你一辈子。圆圆，我有件事要问你。你问吧。你喜欢严树吗？那严树喜欢你吗？应该是喜欢的吧。那就够了，圆圆。你已经和他订婚了，如果这个人还不错的话，你就嫁给他吧。你让我嫁给他？难道你打算后半辈子不嫁人了？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你先躺着，我看看是谁来了。老婆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我没听到电话响。你拦着我干嘛？不想让我进去吗？对，我最近有些不方便，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叫我老婆。圆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打算跟林东复婚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林东复婚？对。那我算什么？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已经订婚了，而你现在却要跟林东复婚，苏远，你是在耍我吗？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就当被我耍了。现在我正式和你解除婚约，从此以后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
老婆，不，圆圆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咱们只是1天不见而已，为什么你会改变主意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林东那个混蛋逼你的，对吗？你告诉我他在哪里，我去找他。这事儿跟他没关系，是我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你，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，我会很痛苦，所以。你竟然把他接回家了！你出来干什么？赶紧回去躺着。林东，你都跟圆圆离婚了，还来破坏我们，我打死你！袁术，你干什么？圆圆，你居然这么护着他！他只是你的前任，而我是你的未婚夫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和你正式解除婚约，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圆圆，老公，你不要说话，赶紧回去休息。老公，你竟然还叫他老公？苏远，你真行啊，竟然耍着我玩。这件事不算完，咱们走着瞧。圆圆，其实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撮合我和严树，对不对？老公，这件事不用你操心，我自己会处理的。这样也好。老公，你怎么样？看来我的大限已经到了。你别胡说，你一定会好的。我好困，我想睡一会儿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到底还是离开我了。老公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你走了已经1年了，我好想你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打电话你不接，我们也只好亲自登门了。妈，你不会还想要给我介绍对象吧？我说了，我不想找。圆圆，我们知道你忘不了小林，可她毕竟不在了，你总不能一辈子都单着吧？你已经快30岁了，抓紧时间找一个，再生个孩子。是啊，圆圆，小林都走了1年了，你也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。这次我给你介绍的小伙子很不错，人家也不嫌弃你结过婚，你就去看看吧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的想法，可我真的不想找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。不找不行，我和你爸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再过几年我们可能也不在了，到那个时候你连个亲人都没有，自己怎么活？反正我不找。我都跟人家约好了，今天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妈，你别拽我呀，我去还不行吗？我和你爸跟你一起去，免得你半路又跑了。
请问你是苏媛吗？我叫林南，很高兴认识你。